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。这期讲的主要是 eSIM， 听说联通最近会开 eSIM 的功能，不知道真假。不过 eSIM 是有好处的，它不是传统的实体 SIM 卡，它是一个二维码的 SIM 卡，正常情况下激活就能用。它主要的好处就是隐私保护、网络安全，以及像《山海经》里的水麒麟一样，让你的通信通达全球。如果你想出国旅行，使用eSIM就可以说走就走，号码和身份是分离的。它就像预备歌，当做袖底的隐形托腕，不显不炫，却在关键处稳住比分，隔开污渍，让动作从从容容，隐私被温柔隔开而不外露。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数字预备歌放进手机里，使你的通信优雅的畅达全球。正常情况下使用eSIM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一个二维码，你用手机扫描激活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用。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的 SIM 卡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串二维码。因为国内的手机并没有eSIM的功能，虽然听说可能会开放，但是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。那如果想在国内使用eSIM应该怎么做呢？也很简单，先买一个实体的 SIM 卡。这种 SIM 卡一般情况下可以帮我们激活eSIM，我知道这有点麻烦，但是目前情况下这是不二之选。这种激活eSIM的实体 SIM 卡在淘宝上就有卖，5贝尔卡可以，9eSIM可以，X eSIM也可以。使用很简单，你买的时候商家都会告诉你。苹果的手机比较麻烦，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或者华为的手机就相对容易一点。他们是直接可以下载软件扫码激活的，但是苹果的手机会通过 Seed Link 才能激活，就比较麻烦。比如我们以 X eSIM 为例，向下拉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3个选项，它们价格当然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只能下载5次eSIM，所以它价格最低。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只是用来点火的话，这个也就够用了。当然好一点的话就选这2个，点这个 Help Center， 它这里也有详细的使用教程，点一下 eSIM Recommendation， 这里就可以看到可以使用的范围了，就是这么一些国家和地区都能使用。可以在淘宝上买，也可以直接在它官网买。如果直接在它官网买，就注册一个账号，这里点一下国旗这个位置，可以换成简体中文。注册好账号以后，就可以去购买，购买要填详细的支付信息。买好以后就下载它相应的 APP， 无论你是用5贝尔卡还是用9eSIM还是用 X eSIM， 都要下载它相应的 APP， 用它的 APP 扫码激活eSIM。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这个，这里就大体的快速讲一下，因为没有太大关系，你买的时候商家都会告诉你怎么用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eSIM了。有的小伙伴就会觉得奇怪，之前不是一直在讲eSIM吗？为什么还要再说一下其他的eSIM卡的购买？一般情况下eSIM就是一个二维码，用手机扫描eSIM二维码激活eSIM就可以用，只是在国内它没有支持这个服务，所以你先需要用一张实体的 SIM 卡，也就是前面看那些 X eSIM 啊、5贝尔卡、9eSIM 啊什么的，然后用这个实体的eSIM 卡装到手机里，然后用这个实体eSIM 卡的扫描功能来扫描激活eSIM二维码。换言之，也就是说前面讲的是在国内的环境下如何使用eSIM所需要的那个实体的 SIM 卡的基本使用过程。现在开始讲的是一些简单好用的eSIM。先看一下这个英国维珍的eSIM，它是英国原生的家庭 IP， 支持190多个国家，无限次数的申领，可以在中国使用。而且eSIM本身好像是免费的，但是这免费只有500兆的一个流量，换言之就是说它只能用来点火，你自己最好要有管道。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，点上 App， 可以用谷歌的邮箱，也可以用苹果的邮箱，不过也可以用自己的邮箱。我临时的用了一个这个临时的邮箱试一试可不可以。需要给密码，点下一步，已经发送了验证邮件，打开这个验证邮件，打开邮件以后点这个验证邮件的按钮，看上去这样就注册成功了。点一下
账户的头像，可以看见自己新创建的这个账户，那这个账户就是创建成功了，也就是可以使用临时邮箱，而且是免实名的。接下来点一下 Get 500 MB， 也就是他推的这个前500兆免费的易信，点一下。它这里并不支持中文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翻译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计划的详情了。点一下这个向下的箭头，就可以看到它可以使用的国家了。那在中国是肯定可以用的，关掉。根据它官网的讲法，前500兆是免费的，之后是要收费的。那收费的具体价格在下面。易信肯定不便宜啊，你只能用它做点火用，你不能真的拿来当流量用。然后点获取我的免费数据，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天500兆是免费的，$0，也就是免费。这样以后如果你决定继续使用这个易信，你就点一下 Get My Free Data， 然后就准备填一下支付信息。但你看到它是免费的，它这里写的是$0啊，你填了支付信息也不会真的 charge 你钱啊，这个是免费的。支付信息填完并提交成功以后，等1-2个小时，易信的二维码就会发送过来。那正常情况下，你使用手机扫描激活它就可以使用了。在国内就需要先买 X 易信、5BER卡这些实体 SIM 卡，用这种实体 SIM 卡的 App 来激活易信。接下来看的这个是一个奥地利的易信，在这里点一下，改一下语言，这样就变成简体中文了。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语言。首先向下拉，你是可以看到它在中国是可以用的，它是部分免实名的。什么是部分免实名？就是它的计划里面有2种，一种是只有数据的，也就是只可以上网的，还有一种是有电话号码以及有上网的。如果选了第2种，有电话号码有上网的，就不会是实名，但是如果你只要数据，就是免实名的。首先依旧是需要一个账号，点登录，点注册。它这里注册也很容易，只需要邮箱和密码。我们试验一下这个临时的邮箱可不可以，复制一下邮箱地址，粘贴，给一下密码，点确认，并没有收到我们要的验证邮件。我们换一个临时邮箱，再次点击确认。好，收到了验证邮件，点击验证邮件，复制它的激活码，粘贴，通过验证就会出现这个验证成功的小弹窗。如果你有优惠码可以在这里兑换，如果没有就直接擦掉。在我的账户底下点一下订单，现在没有任何的订单，点我们去逛逛。登录之后就可以看一下它的易信的具体信息了，就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全球的，这就是它的价格了。如果你需要无限流量呢，那你就选这个 3.5 天的，点一下这个。我们回到首页，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如果你使用它的优惠码，在它的应用程序中可以获得$3的积分。再回到全球这个选项里，这样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用了它的 APP， 至少第1天只需要$0.5啊。点一下它，看一下它的详细的信息。下单之后30天内就要激活，它的网络肯定是覆盖中国的。这是一些用户的评价。仔细看一下，应该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。我们在这里试着购买3天就是10.5啊，点购买，这里就是快速看一下它的支付方式，这很灵活了，支付宝、微信都能用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选好支付方式，然后完成订单。它的易信的二维码就是在线生成的，支付完以后1-2个小时之内就会生成。关掉，在账户订单底下就可以查看到你的易信了。再看一下台湾这个中华电信的易信，它也是提供易信服务的 Pay as you go， 但是它必须严格要求实名，所以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备选方案。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买一个玩玩，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的好处是它有一个长期保号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每次充300块新台币，也就是60-70人民币吧，就可以保号半年。
简而言之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eSIM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，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项。这期主要讲了一下如何在国内用实体信用卡激活eSIM，以及介绍了几个eSIM的选项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